部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周子谦，美国注册会计师，我是向金，美国注册会计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千金理财频道。千金理财，一丝不苟，开源节流，滴水不漏。那本频道将从千金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视角，向大家介绍一些财税上的小知识。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加订阅。时间过得飞快，转眼我们已经来到了2021年啦。那在这里，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百毒不侵。对啊，说到这个百毒不侵的这个病毒啊，这个新冠病毒怎么还是很肆虐啊？现在在美国，是，真让人担心哦。不过没关系，美国政府呢也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而且呢，在经济方面呢，也给大家出了一个大的礼包，在年底的时候，然后来帮助大家渡过难关。对，那这个大礼包的名字呢，就是我们的最新的刺激法案。那学名呢，等一下我会跟大家来具体的说明。那这个大礼包里面具体有一些什么内容呢？下面将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2020年的12月21日，国会通过了2021年综合拨款法，其中包括了灾难救济法和 COVID 救济法。那么今天我们要划重点的呢，就是其中的 COVID 救济法。第101条，将医疗费用扣除底线从10%永久降低到7.5%。第119条，延长 IRC 第45S 节中带薪家庭和病假的抵免额，从2020年12月31日延长到了2025年的12月31日。第120条，扩展学生贷款付款的增加到 IRC 第127条，免税额5250将延长至2025年。第206和207条，扩展和扩大 CARES 法案中原本将于2020年12月31日到期的员工保留的税收抵免 Employee Retention Credit 即 ERC， 大多数更改将适用于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也就是2021年的前2个季度支付的工资。第208条，允许符合标准并达到59岁半的工人从合格的计划中获得在职的分配，如果是特定行业的话呢，分配的年龄还可以提前到55岁。第209条，提供部分计划终止救济，确保员工继续享受福利，只要在2020年3月13日至2021年3月31日这段时间内，参加计划的人数达到2020年3月13号的80%，那么计划就可以不用终止。第210条，暂时允许全额扣除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0日之间餐馆提供的商务餐。第214条，暂时放宽灵活开支账户 FSA 的规则，允许将没有用完的余额留在下一年使用。第301条到303条，提供额外的非 COVID-19 的灾难救济，例如提供高至10万的免罚款退休金账户的贷款，以及额外的 ERC。哇，看来这个大礼包里面关于税务方面的东西还不少呢，哈。是，但是呢，我刚才讲的这些重点啊，可能大家听的还是有一些不太明白，因为都太专业了，是不是？那现在又到了我们像会计师的这个说书时间了。No， 举例时间。好，今天呢，我们要从雇主和员工的2个方面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对，那么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雇主和员工是谁呢？周扒皮、杨白劳。我正好姓周，没有办法。那好，那我今天就改信仰了，爸爸不要怪我。好，现在呢，我们将就是把刚才我画的那些重点呢，一条一条的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呢。首先呢，是我们的101。去年这个新冠闹的，我们家喜儿不幸中招。我们家花了好大一坨钱这个医疗费。诶，可是医疗费应该是可以拿来抵税的吧？10%的 AGI 呀，那得多高啊！诶，可是在最新的刺激法案里面，已经把这10%降到了7.5%了呢。
这样不错哦。是啊，但是不好意思啊，老板，我又得请假，我得回去照顾他。我家喜儿身体还是不是太好，我得在家看着他。好吧，工资照发。这么好，有猫腻。哎呀，其实呢，因为呢，这个新的刺激法案把我们的这个 family leave 还有 sick leave 呢，都可以拿来抵税，然后已经把这一条延长到了2025年，所以呢，我付给他的所有的这些 leave 的钱呢，我都是可以拿来抵税的。难怪，老狐狸。但是呢，现在都已经到了2021年了，那么我已经就是不再满足于当一个长工了，我得努力提升一下自己。我想去进修，我不想只种地，我想学计算机。太有前途了哈！对，但是没钱付学费，所以呢，我欠了一屁股债 ，student loan 学生贷款。没关系，又包在我身上了。这么好，又有猫腻。其实呢，又是这个最新刺激的法案给了我给他付这个学生贷款的钱啦，每个人呢可以拿到5250块呢。哦，算他的 expense， 对，算他的支出。不过呢，这个支出是他的支出，也不用算作我的收入，所以呢是皆大欢喜。对，是你好我也好。对，你看，像我这么积极上进的员工，老板是不是得留住我啊？像你这么积极向上的员工，我当然是要留住你了。有这么好？对，因为呢，我们的刺激法案又给我提供了好处。也就是在薪资中的 ERC。ERC 是个什么鬼？ERC 就是简单的来说就是 Employee Retention Credit， 是我们雇主在薪资税中间拿到的一个税务优惠。哦，那等一下呢，我也会在问答环节来给大家重点来解释一下的。OK，2020年大家都太难了。我也是难上加难，我好想现在就退休了，但是我又还没有到年纪，公司的那些退休金啊，好像就是要被罚款了，是不是啊？没关系，我们的刺激法案已经把最早的拿退休金的年纪降到了55岁，只要呢是符合条件的行业和职位。而且呢，刺激法案中还有一条，就是如果我的员工不需要再参加我的这个退休计划的话呢，我还可以保证其他的员工还可以有这个退休计划。OK， 看来可以提前拿钱了。Yes， 对。哎，杨白老，我明天要跟我们的客户吃饭，你给我订一个米其林3星吧。米其林3星什么时候这么大方了？之前不都是阴老头火锅吗？哎呀，你知道我们疫情受到最大影响的就是那个餐饮业了嘛，对吧？对。那为了振兴我们的餐饮业，还有呢，鼓励像我们这样的小业主走出门，然后呢，跟我的客户去交流、去做生意，来刺激经济。那么现在所有的这些商务餐饮呢，都是100%可以拿来抵税的哦。哇，听起来真不错，可以胡吃海喝了你们。但是关我什么事呢？我又捞不着什么好处。哎呀，你不是有那个 FSA 可以用吗？那不是看病的吗？你咒我啊？不是，你说的那个是 HSA， 我说的是 FSA。哦，就是此 SA 非彼 SA。对，等一下呢，在问答环节我也会给大家来重点解释一下的。我觉得很有必要。好的。好，谢谢向会计师刚才非常生动的一个案例哈。不客气。好，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问答环节。那么今天是经问千答。是轮到我回答问题了吗？对。那向会计师赶快告诉我们是收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吧。那我们废话不多说，赶紧开始吧。好。好，我们第一个问题是，第2轮这个纾困支票600块钱一个人，是所有人都可以领到吗？还是有什么限制呢？这个
600块呢是对我们的收入是有一个限制的哈。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必须是收入在7.5万以下。那特殊的一个报税的形式是一家之主，那如果是一家之主的话，就是11.25万。还有呢，如果是结婚的人士呢，两个人加起来不能超过15万。好的，谢谢周会计师的解答。那么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申请 PPP forgiveness 就是申请 PPP 这个 loan 的豁免的最后期限是什么时候？它的 deadline 是几月几号？这个呢，我想跟大家来详细说明一下。等一下我会上一张 PPT， 那主要是从2个方面来讲的啊。好，那我们上 PPT。好的。那么 PPP 贷款豁免的期限 ，PPP loan forgiveness 的 deadline 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可以从2个方面来说。如果是还没有开始还款，并且不想还款的话呢，那你则需要在 cover period 结束以后的10个月之内完成申请。那如果是已经开始还款了呢，则不需要着急。如果是来不及的话，在贷款偿还期结束以前呢，都是可以申请这个 forgiveness 的。好，现在我们来到第3个问题。第3个问题是，请问周会计师，你可不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刚刚你在这个我们刚刚那个杨白劳和周扒皮的例子里面，这个案例里面的这个 ERC 这个Employee Retention Credit， 你刚刚说你待会儿会在这个后面问答环节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可不可以你在这个地方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呢？好的，这个呢问题讲起来就比较复杂了。好了，我会给大家上一张 PPT 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又来一个 PPT 咯。对。Employee Retention Credit 来自于 CARES 法案中的第2301条，是可支付合格工资和健康计划费用的合格雇主的可退还的就业税收抵免。灾难救济法中将 ERC 扩展为包括2021年7月1日之前，从2021年1月1日开始支付的工资。以下几点呢是适用于2020年12月31日之后的。首先呢 ，ERC 扩大到合格工资的70%，之前呢是50%。那抵免额度呢是每季度支付给员工的合格工资最高$10,000的70%。因此呢，2021年可用的最大的 ERC 金额为每位员工$14,000，也就是每季度$7,000。第2条，总收入减少百分比下降至了20%。那要有资格获得扩大的 ERC 呢，雇主必须在2021年的第1季度或者第2季度进行贸易或者业务，并经历了以下2个与 COVID-19 相关的事件之一。第一个呢，是因为政府部门因 COVID-19 而发出的通知，导致业务已经全部或者部分暂停，或者呢，该业务的总收入减少到了20%以上。那这个对比呢，是和2019年的同期进行比较。3. 大型雇主的要求从100名员工增加到了500名员工。第4点，消除大型雇主的合格工资限制。那之前的 CARES 法案呢，包含了一个限制，即大型雇主支付或者产生的合格工资不能超过该雇主在紧接该期间之前的30天之内应获得的同等工作量的工资。那扩展以后的 ERC 消除了此项的限制。那接下来的一条是对预付款的一个规定。那 CARES 法案中授权 IRS 允许对 ERC 进行预付款。在2020年呢，美国税务局允许雇主减少薪资税的存款，来对已经支付的合格工资申请抵免，并且通过提交7200表格寻求对抵免的预付款。那对于2021年呢，是收紧了政策允许扩大的 ERC 的预付款仅仅的是在小型雇主，也就是少于500名员工的情况下，而且呢，仅占雇主在2019年历年支付的平均季度工资的70%，扩大到包括某些政府雇主。那 CARES 法案呢，将政府雇主排除在这个信贷的资格之外那现在呢，就是也包括了一些政府雇主，包括
那些501(c)(1) 中描述的免税公立大学等等。那以下的这3条呢，是被追溯到了2020年的3月13号。7. 未从 PPP 贷款中支付的合格工资可以符合申请 ERC 的要求。那按照最初的规定呢，获得 PPP 贷款的雇主就没有资格再来申请 ERC 了。那现在这个是放宽了。第8条，健康计划费用也可能是合格的工资。那即使在这段时间内没有支付任何的其他工资，如果仅仅是付了健康计划费用，那也可以当作是合格工资。最后一条呢，是免税组织的总收入的定义。那免税实体的总收入是 RSC 第6033条所指的所有的总收入，而不仅限于之前说的不相关的收入、贸易或者商业活动。那以上呢，就是我想要给大家介绍的 ERC 的一些规定以及概念哈。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欢迎私信我们哦。好，第4个问题是，请问一下这个 HSA 和 FSA 的区别呢？就是刚刚在我们举例里面，杨白劳很 confused 2个 SA 的问题，你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吗？好的，接下来让我来给大家详细说明一下吧。好，那在之前的例子中呢，我们讲到了 HSA 和 FSA， 它们的全名呢是 Health Savings Account 和 Flexible Spending Account。那现在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呢，是我们给大家总结的一些2种账户的区别。那这个 FSA 呢，它其实是有2种，一种是医疗的，还有一种是 dependent， 也就是家属的。那这个表格里面的内容呢比较多，我就现在不一一向大家来解释了，因为时间限制啊。那么大家可以自己把这个 PPT 下载或者 screenshot 下来，给自己看一下。其中呢有几点我想跟大家重点的提一下，一个是自雇人士是不是可以开2种账户是不一样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账号的归属问题。HSA 呢，它是员工是可以带走的，是员工属性的。那么 FSA 呢，则是属于雇主的，那走的时候是不能带走的，这个比较重要。还有就是HSA 是可以留到下一年使用的，那 FSA 呢？原来呢是不可以留到下一年使用的。那我们现在的这个 COVID 救济法呢，就把这一条把它变得宽松了，就是可以留到下一年再使用。还有呢就是一些更改的事情，就是 HSA 的话，员工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更改的，但是 FSA 呢，就是年初选好以后就不能更改了。然后 HSA 呢，它其实是一个储蓄账户，也就是它是有那个免税的利息收入的，而 FSA 呢，它又不能带走，然后又属于雇主。然后呢，又是没有利息的，所以如果大家是有选择的话，我会鼓励大家选择 HSA， 但是2种呢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好，谢谢周会计师的精彩解答。不客气。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后续问题呢，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公众社交平台的这些视频呢，只用于科普。如果大家想要进行1对1的咨询呢，还请私信我们哦。好，大家下期再见啦，拜拜。